惊奇手札之桥洞鬼事。这个故事是听鲁山县的一个朋友讲起的，当事人呢是我这位朋友二叔，那是90几年的事儿。当时他二叔在一个国营厂子上班。小平啊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出事那天二叔是夜班，下了班呢已经是11点多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天二叔一进家门就叫唤着头疼。头好疼啊！欢迎 Doctor。 看着二叔疼得抱头，抱着头直往炕上撞，这可把当爹妈的给吓坏了。这孩子平时也没有这头痛的毛病啊，这怎么会一下子头疼的这么厉害呢？他爹呀，这孩子是怎么了？这一进屋就很头疼，谁知道这是咋了？老两口想问清楚情况，可二叔疼的根本就说不出来，可也不能看着孩子这么遭罪啊。老两口就商量着，这请个大夫来给瞧瞧。这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冲撞了啥呀？二叔的母亲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妇女，遇事呢总爱往神神鬼鬼上想。二叔是下了夜班走回来的，他就神神叨叨的猜想，是不是二叔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事儿。小平啊，你是不是下班的路上这遇到啥了？就算是请大夫也得问清楚缘由啊。当妈的就问二叔是不是路上遇到了什么，二叔痛的是龇牙咧嘴，也知道父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就强打着精神说起下班路上遇到的一件事儿。明儿见了，这路上呢小心点儿。二叔在一家水泥厂上班，离家呢也不是太远，所以上下班都是步行。那天下了夜班，二叔出了厂门，因为没有顺路的，他就一个人往家走。这条路二叔每天走一个来回，这不说眼睛能找到家，起码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也没拿照明设备，借着月光摸黑往家走。在经过一个叫七里桥的地方时，二叔发现了一些反常之事。七里桥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桥，桥上是路，桥下雨季的时候走水，平日里都是干涸的。二叔每天都要在桥上过，可是那天晚上他发现桥洞里闪着火光，当时已经是10点多快11点了。这半夜3更的，什么人会在桥洞里生火呢？惊奇手札，二叔一个是担心起火，再一个呢也是好奇心驱使，走到桥上面的时候就抻头往桥洞里瞅。可能是因为角度问题，他没办法看到桥洞里的情形，只能看到一些火光。二叔越看越好奇，就决定下去看个究竟。他顺着桥边的陡坡滑到桥下，因为不知道桥洞里是什么情况，也不敢贸然进去，就轻手轻脚的走到了洞边上，屏住呼吸，抻头往里看。桥洞里坐着4个人，围着一个火堆在那烤火。二叔很是好奇，看那几个人也挺奇怪的。那时正值夏末秋初的天气，也没冷到需要烤火取暖的程度。更奇怪的是，那4个人的衣着有穿夏装的，有穿秋装的，甚至呢还有一个人穿着冬装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二叔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来那几个人到底是干嘛的，就忍不住的走上前去搭话。那几个人听到二叔询问，就扭回头来跟二叔说是在烤火。烤火着呢，你也过来取暖吧。这是什么季节，还用得着生火取暖？其中一个老者让二叔也过去烤火取暖。就这季节，气温再低也不至于需要烤火取暖啊。
可二叔这话一说出口，那几个人就以一种极其怪异的眼光在看着他，而是说那种眼神中透着怨恨，好像他如果不坐下一起烤火，就是对那些人不敬。好吧，那我也烤会儿火吧。二叔心说这是遇到怪人了，因为不知道那几个人的底细，也不敢直接得罪，就应付着坐下去一起烤火。你是那天的小白吗？看着二叔坐了下来，那几个人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开始又闲聊了起来。哎呀，也不知还要在这破风，在这地方困上多久。你们还好，我都在这待了4年了。刚开始听上去就是几个人普通的聊天。我这无儿无女的，也没人来看我，连点盼头都没有。你先玩吧。可是二叔坐在那听着就觉得不对劲，他们说的话很是奇怪。就在这时，二叔无意间看到正在讲话的那个人投在墙上的影子，他的影子是没有头的，可是坐在二叔身边的那个人却是好好的。这那么大的一些石头就砸在我的手腕上。二叔看出异常，也没敢声张，又偷偷的去看坐在自己另一边的人。那个人呢，正在那个人正在比手画脚的说着什么，这大石头砸断自己的手腕。二叔忐忑的往他身后的墙上看去，他的影子少了一只手。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啊，这落在了一个树桩上。这时二叔心里知道自己一定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可他为了认证自己的想法，又按耐住恐惧，看另一个人投射在墙上的影子。那个人的影子在肚子的位置有着一个大窟窿。二叔内心慌乱，却强作镇定的继续烤火。那几个人呢，也没有看出二叔的异常，还在继续聊着。我尿急，得去方便一下啊。二叔装作很自然的站起身，说自己尿急要去外面方便一下，也没等几人答应，快速起身去往桥洞外走。你可以在群里问一下洋洋。二叔屏住呼吸，生怕被那些人发现。从二叔坐着的地方到桥洞口只有2-3米的距离，可二叔说那几步路仿佛有几里那么长。一直到迈出桥洞，二叔悬着的一颗心才多少放下点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等二叔走出桥洞，那几个人才察觉到。可二叔走了，显得很是生气，冲着二叔大叫让他回去。你不要走啊！二叔手脚并用，顺着桥洞边的堤坝拼命地往上爬。那几个人起身追了出来。你不能走！冲着二叔又是喊又是叫，让二叔不要走，快回去！你不能走！而且呢，喊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凄厉。二叔拼了命的爬到路上，撒开腿往家跑。好在那几个人只是站在桥洞口对着他大喊大叫，并没有追出来。二叔跑在前面，那几个人的喊叫声啊，像是长了腿一样的，就在二叔身后，每一句喊叫都直往二叔的脑子里钻。你不能走，快回来陪我们！你不能走，快回来陪我们！二叔说那些话就像是活的一样，在他耳朵里钻来钻去。他只觉得脑子被搅得生疼，跌跌撞撞的跑回了村子。谢谢小牛马的关注啊！剧烈的头痛让他视线变得模糊，这好不容易坚持着回到家里。这一定是遇到什么脏东西了。啥脏东西啊？哎呀，你别又神神叨叨的。谢谢元气少女过的钢链机票。二叔的父母听完二叔的讲述，都是吃惊不小。当妈的认定这是遇到脏东西了，
可当爹的却不这么想。什么我神的？哪个桥洞你不知道啊？这每年雨季啊，这发大水淹死的人啊，都冲到那桥洞堵在那儿啊。老两口为这事还争了几句。二叔去的那个桥洞平时没有水，是干涸的河床，可是每年雨季上游涨大水，都会冲下来一些尸体，都堵在那个洞里，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会去那里的，都觉得那里邪气得很。我看呐，还是找后街的刘婆子过来给看看吧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大夫去。二叔的妈坚持说二叔就是中邪了，要找村里的神婆给破一破。可二叔的爹不太信那一套，出门请了大夫。二叔说啊，那一次呢，他在床上躺了1个多星期才好利索。至于是打针好的，还是烧纸焚符好的，咱就不细说了。经其手扎之，邪胎碎。这件事发生在九几年山东的一个小县城，村里的王胜利和几个同乡在一个工地上找了个挖大沟的活儿。那一天收了工，吃过晚饭，几个工友闲聊了一会儿，因为干的是体力活，都挺累的，早早的就都睡下了。可是睡到了后半夜，王胜利也不知道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，就觉得这肚子里啊翻江倒海，拧着劲儿的疼，像是吃坏什么东西。他忙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抓起草纸奔了茅房。因为工地在野外，所以只有一个临时用废旧木板搭建起来的旱厕。王胜利摸着黑走了进去，这一通呢雷烟火炮的拉过之后，肚子算是舒服了。王胜利正皱着眉头琢磨自己到底吃错什么东西，隐约就听见厕所后的林子外头有2个人正在说着话。那东西就埋在那儿，咱俩趁着没人再把它搞到手。那可是千年不遇的好东西啊，这吃上一口可就长生不死，这得道成仙了。你再犹豫就让别人弄走了。谢谢这位出现的关注啊。刚开始王胜利以为是哪个工友在聊天，可转念一想，这不对啊，这大半夜的谁不睡觉躲在厕所后面聊天？而且听着那2个人的聊天内容，越听越不对味儿，那吹的都没边儿了。王胜利拉完提起裤子，想到厕所后面去看看到底是谁。可等王胜利绕到厕所后面，却有点意外。厕所后面有一小块空地，远处呢是一片林子，根本就半个人影都没有。王胜利不免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可刚刚2个人的聊天内容还听得真真的呢。王胜利在空地上转悠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什么人。他正准备回工棚接着睡觉，冷不丁的就听见身旁的矮树丛有人在咳嗽，吓了他一跳。谁在那儿？别闹了，快出来吧。王胜利以为是刚刚在厕所外面聊天的工友躲在树丛里吓唬他，就壮着胆子往前凑了凑，连问几句也没人应声。王胜利把身子探过去，在树丛里趴着2只刺猬。那2只刺猬看上去活得有些年头了，看着王胜利在瞅，他们也抬起头，有黑溜溜的小眼睛在看着王胜利。王胜利心说，难道这2只老刺猬在说话？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是可笑。刺猬怎么可能会说话呢？因为第2天还得开工，这肚子已经折腾得他没力气了，也就不再理会那些了，转身回了工棚。这第2天虽然拉肚子还没好利索，可也没请假，毕竟耽误1天要扣不少的工钱。欢迎为爱对白仙，白仙是东北的吗？东北几仙。他们的工作就是挖壕沟，他和另外2人一组，
3个人搭伙挖一条沟。啊娘嘞，这是个啥？怎么了？这挖到啥了？可挖着挖着，在王胜利身后干活的徐杰突然的一声尖叫，好像挖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。王胜利和另外一个工友赵继峰听徐杰大叫，也都凑到跟前。这个肉乎乎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咋看着像是太岁呢？就见徐杰从土里挖出一个圆滚滚肉乎乎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个啥。赵继峰看了几眼，说那玩意儿应该是个太岁，也就是肉灵芝。谢谢棒棒糖。太岁啊，这就是肉灵芝。听说这东西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赵继峰也是从老辈人那嘴里听说来的，这太岁很难一见，这吃了太岁的肉啊，可以长生不死。可王胜利和徐杰听了却根本就不信，这一个大肉球又不是啥仙丹，还长生不死呢。知道了是什么东西，也就不再害怕。徐杰用铁锹把那个所谓的太岁从土里抠了出来。那肉灵芝在地上转了个圈，露出埋在土里的那一面。3个人看到肉灵芝的另一面，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哎呀，这是活的！那肉灵芝上竟然张着一张大嘴，而且长满了尖尖的獠牙，看着异常的诡异骇人。这个太岁怎么长得这么吓人呢？这东西看着让人浑身不舒服，我看还是找个地方埋了吧。啊，别呀，这说不定老值钱了。几个人呢，以前谁也没有见过太岁长什么样子，可眼前这个看着让人不寒而栗。王胜利就说这东西看着邪门，还是挖了个坑埋了的好。可赵继峰却说这东西说不定能值很多的钱，直接埋了就太可惜了。要不这样，趁别人没发现，找个铺包起来，这明天啊，找个明白人问问，这如果不值钱呢，就埋了它。徐杰最后出了个主意，说趁没被更多人看到，先把这太岁藏起来，然后找个明白人打听一下，如果这东西真的值钱，3个人平分，如果不值钱，就刨个坑埋了。其余2个人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3个人找来一个床单，把肉太岁包了个严实，放在赵继峰床铺边的小桌子上，准备第2天拿出去找人问一问。那肉太岁拿到屋里，这虽然用床单裹得很是严实了，可还是传出了一种很难闻的味道。几个人都想着这东西兴许能卖上大价钱，也就都忍受下来，吃了晚饭早早的上床睡了。这到夜里，王胜因为拉肚子没好利索，这睡到半夜肚子又痛起来，没办法，只能爬起来奔厕所。徐杰和赵继峰睡得正香，这王胜利呢也没有开灯，轻手轻脚的往门口走。在经过那个肉太岁的时候，感觉那肉太岁动了几下，因为肚子正来劲，等不得，王胜利也就没停下来看个究竟，直奔茅房而去。等着王胜利拉完，回到工棚前，却发现工棚里面亮着灯，这让王胜利觉得很是奇怪。自己刚刚出来的时候，这徐杰和赵继峰睡得正香呢，这就算是有人起夜，也不会开灯，影响别人休息。王胜利带着狐疑拉门准备进工棚，可是工棚里的一幕却看得他毛骨悚然。赵继峰正挥舞着一把菜刀，疯狂地在砍徐杰。徐杰来不及抵挡，很快就被砍倒在了血泊里。王胜利吓得一声尖叫，本能地向后倒退。惊叫声惊动了赵继峰，他猛地回过头来，好悬没把王胜利吓尿了。那根本就不是赵继峰的脸，怎么看
怎么像是那个肉太岁？赵继峰被王胜利吸引，丢下徐杰，挥舞着菜刀向着王胜利就砍了过来。这王胜利吓得两腿发软，拼了命的向外跑，结果脚没留神，这一个踉跄摔倒在了地上。赵继峰提着刀紧追了上来。王胜利有心想逃命，可是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只能闭起眼睛来等死。要说这王胜利呢，也该着命大，他先前那一声惊叫，把别的工棚里的工人都招了出来，众人一起动手制住了赵继峰。王胜利捡回了一条小命，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，这拉肚子又有些虚脱。王胜利一放松下来，便昏厥过去。据他回忆，在他昏过去的瞬间看到，赵继峰的脸已变回了原样。出了命案，肯定是要报警的。王胜利把怎么挖到太岁，这夜里赵继峰是怎么杀徐杰的事如实上报了。可警方并没有找到王胜利所说的肉灵芝。至于赵继峰，在审问他的时候，他对那晚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记忆了。他能想起来的就是睡梦中这听到床下有2个人说那肉灵芝是个好东西什么的。这后来发生的事儿他全都不记得了。而王胜利也在那件事后离开工地，他也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起过那2只老刺猬的事儿。这个故事是在我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听来的。还有没有人要上船的？这没有可就走了。讲的是他爸经历过的一件真事。他爸是个城里的业务员，在那个时候交通并不方便，业务全靠跑，所以他爸爸做了10几年的业务员，几乎跑遍了全中国。那一年呢，他和一个同事因为一趟业务要过黄河。那是80年代，这渡河全靠人力撑的木船。那一天呢，和我同学他爸一块乘船的，除了同事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。船老大是个50多岁的人。同学的爸爸上了船，这等了半天，除了他们3个人，也再没有别人上船。船老大吆喝一声，长号那么一撑，就开船了。船老大用竹篙把船推出了河岸，把船驶得很是平稳。来，这抽根烟，谢了。这同船的年轻人坐得无聊，就掏出烟来，递了一根给我同学的爸爸以及他同事。这3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。这黄河还真是挺壮观的。闲聊中得知，那个年轻人也是跑业务的，走过南闯过北，阅历很是丰富，也非常健谈。不过这黄河他倒是头一次见，不免对黄河的壮观进行了一番赞叹。人力划船速度并不是太快，从他们出发的渡口到下一个渡口要花1个多小时。聊了一会儿天，那个年轻人就让船老大给他讲讲这黄河上发生的诡异之事。说后力没什么。师傅，我听说这淹死的男的面朝下，这女的面朝上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一看您就是老把头了，你给我们讲讲这黄河里的稀奇事儿呗。可没想到船老大拒绝他的请求，还怪声怪气的让他不要对黄河里的这些邪乎事太过好奇。水走路不谈鬼，坐船不谈水，劝你还是别问了。小伙子，这各行有各行的规矩，这船把头不想说，你就别问了。同学他爸和同事常在黄河上走，对一些行船人的讲究也有些耳闻，也劝那年轻人不要坏了船家的规矩。这大海我都跨过几回了，这黄河有什么稀奇的？可那年轻人却对这些规矩不以为然，嘴里闲聊着，扭头往河里瞅。突然间，他好像看到了什么很可怕的东西。
阿回，你刚话没说完。喂，怎么了你这是？惊恐的往后猛退，重重的撞在同学他爸的身上。你留神掉河里，河里有人！他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同学他爸很是奇怪，不知道他看到什么，吓成这个样子。你刚说收获也没什么，是不是有人溺水了？对啊，没看到后面呢。经同学爸爸一问，那年轻人说他看到河里有个人。快看看！同学的爸爸和同事以为有人溺水，赶忙起身过去查看。这一看，两个人都被见到的场景吓到了。说呗，你用英文说。就见浑浊的河水里站立着一个人。船老大，快停船，这河里有人呢！同学的爸爸扭回头，冲着船老大大大的喊着，让他快把船停下来，有人溺水了。船老大，不好意思，船老大，快停船啊！可林叫了几声，这船老大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不做任何反应。不用叫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人。同学爸爸又提高音量喊了几句，船老大这才扭回头来看，那河里的根本就不是人。这话一说，让船上的3个人都很是不解。那河里明明就是一个人，怎么船老大却说不是人呢？那明明就是个人，快把船停下来，这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船老大的话让船上的3个人很是气愤。3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个人就沉在河底，而且还在动着，都不明白这船老大为什么不肯停船救人。那是河底的冤魂。3个人极力要求船老大把船停下来，这船老大也不理睬他们，只大喊一句：那是河底的冤魂。这水里的冤魂？什么水里的冤魂？我看呐，他就是嫌麻烦不想救人。那不是麻烦，是要命的事儿。船老大却说水里是淹死的冤魂，并不是活人，可船上的3个人怎么也不能相信。别管他了，先下水救人要紧呢。想做替死鬼的话，你就跳下去。同学的爸爸见船老大执意不肯停船，情急之下就要跳到河里去救人。船老大看他要下水，大声地喝止了他：你们不怕倒霉的话，就好好看看他的样子。对3个人说，还是先看清水里那人的面目再说，这救人的事呢也不迟。3个人看船老大说的很是严肃，就都停止动作，站在船舷旁仔细地往水里看。木船在水里那人身旁缓缓经过，从那人背面滑到他的正面。等到看清楚了，都惊出一身的冷汗。那个人周身皮肤浮肿溃烂，没有眼皮，也没有嘴唇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活人。眼珠浑浊，正以一种怨毒的表情狠狠地盯着船上的人。看清楚了就坐稳了，我得加速了，免得让他跟上。3个人吓得呆立在原地。船老大又吆喝一声，让他们3个人都坐稳扶好，船要加速，免得被河里的东西给跟上。船上的3个人知道厉害，都死死地抓着船帮，不敢再乱动。船老大甩开膀子，快速地向前撑着船，驶离了那片水域。同学爸爸说他忍不住的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沉尸还在恶毒地看着他们，直到船越走越远，一直划出老远。这船老大确认那沉尸没有跟上来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把行船的速度慢了下来。哎，那河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船上3个人看没有什么危险了，这才敢开口问船老大刚刚看到的沉尸
为什么会站在水里？女尸面朝上，男尸面朝下，而含冤而死或死不甘心的尸体就会立在水里。船老大也没有隐瞒，他说这种站立在河底的尸体都是运气极重的，别说是普通人，就算是职业捞尸人也都不敢去碰。别说是捞上来，就是看一眼，他的眼睛都会倒霉3年。这样的尸体连职业捞尸人也不敢去捞。而那种立尸漂在水底会随波而动的，在河底的淤泥上留下如同行走般的脚印。看到很深的河底淤泥里有脚印，那八成就是这种立尸留下的。3个人听完船老大的讲述，是面面相觑，不免后怕，这如果刚刚下了水，这会不知道这命还在不在了。再回头看一眼那黄河水，也不再如先前般壮观，而是由心底产生了一种惧意。这说来也怪，在那件事之后的2年时间里，同学的爸爸也没有再谈成过一次业务，后来干脆是辞了工作，在家待了足足3年。这事儿呢，是从我二姨夫那听来的。我二姨夫是个开货车跑运输的，这1年到头是跑遍全国各地，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人，所以我只要一去他家，就会缠着他给我讲一些他见过的事儿。二姨夫，我看你没事就摆弄那个核桃，这哪儿来的呀？那一次我去看他，留在他家吃了晚饭，这爷俩坐在客厅闲聊，我就注意到二姨夫脖子上这挂着一个核桃。你说这个呀？那核桃用一条红绳穿着，挂在二姨夫的脖子上，没事呢，他就会拿出来盘一下，核桃表面已经让他摸得发红发亮了。这个核桃是我的护身符，救过我的命。二姨夫也是个话多的人，听我问起关于核桃的事儿，也来了兴趣，把核桃举到我的面前，郑重地跟我说这核桃曾经救过他的命。还救过你的命啊？我一听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啊。二姨夫，咋回事啊？你给我讲讲啊。就腾的一声窜到二姨夫的身边，让他给我讲一讲。哎呀，行，你坐回去，我说给你听啊。二姨夫也了解我，他一把把我从身边推开，让我坐回椅子上去，然后才肯给我讲。这事儿说起来呢，那都是10几年以前了。我麻溜坐回去，二姨夫摸着那个核桃，清了清嗓就给我讲开了。二姨夫那次拉了一车苞米，跑了一趟辽宁。等他往回跑到鸡西地界的时候，这天都黑透了，而且那一带全都是山路。二姨夫常年跑车，对这种路况那早就是驾轻就熟的了。要说这北方有些地区的路段真不是吹的，这路全开在山上不说，这公路边上不是悬崖就是坡，而且山上的路是一个弯接一个弯的。二姨夫也就是仗着自己常年在这种路上跑车，才不害怕。有很多南方的司机到了那种山区啊，根本就不敢开。二姨夫正开车走着，转过一个山口，离老远就看见山路上走着一个人。那人佝偻着身子，这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大包，看背影像个老头子。那人听见车响，回过身来向二姨夫的车招手，那意思是想搭车。这要是白天，二姨夫兴许就停车了，可这大晚上的荒山野外的，谁敢胡乱让人上车啊？这万一碰上个劫道的，这小命这都得搭里面。二姨夫这么一寻思，就没停车，直接开了过去。二姨夫没有停车，可开出去没多远，二姨夫心说不行，
这地方到下一个村子起码还得10里地呢。这老头要是靠走的话，不一定得走到什么时候。二姨夫是个心软的人，他减慢车速，从后视镜里瞅了那老头几眼，看那样子就是个农民装扮，也不像是个坏人，就决定呢载他一程。二姨夫一脚刹车，把车停到路边，等到老头赶了上来。你这大半夜的要往哪里走啊？等老头气喘吁吁上了车，二姨夫就问他这么晚了是要去哪儿？姑娘家在石河子，这我去看外孙啊，这不回来晚了就没车了。那老头说他住在马家坡子，是到石河子的女儿家去看外孙子的，结果回来晚了，没有赶上客车，又不想留在姑娘家添麻烦，就打算走回去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要走回去，这得17、8里呢，这不得走到天亮啊！这二姨夫一听就觉得这老头挺有意思的，为了不给姑娘添麻烦，就10几里的摸黑往家走。哎呀，说的就是，这要不是碰上你了，这不一定走到啥时候呢。那老头嘿嘿一笑，对二姨夫是再三的表示感谢。二姨夫有个人作伴唠嗑，也省得犯困了。这一路上呢，两人唠着家常，很快就到了老头住的马家坡子。谢谢糖糖。行了，到了，这晚上天黑啊，你老啊慢着点。二姨夫把车停在路边，嘱咐老头天黑路上小心一点。这今天呢，可多亏是遇上你了。老头拿起自己的包袱，起身下了车。年轻人，我不能白坐你的车，我送你一件东西啊。下了车后，老头子没有急着走，说是不能白坐二姨夫的车子，得报答一下他。说这话，从衣服领子里往外掏着什么。二姨夫心说，这一个干瘪的小老头身上能带什么好东西？可看那老头一副诚心的样子，也不好推诿。老头从脖子上摘下一个用红绳拴着的核桃，举到二姨夫的面前。你常年跑车，带上它能保你平安。二姨夫心说，还头一回看着有人把核桃挂在脖子上当装饰的。可老头一脸诚恳，二姨夫抹不开，只能伸手把核桃接了过来。老头说让二姨夫把这核桃带在身上，能保二姨夫平安。二姨夫接过核桃，跟老头告了别，一脚油门就往家赶。这回去的路上，二姨夫就寻思，这老头可挺有意思的，这白拉他一段路还不干，还非得送点东西给自己。二姨夫寻思着，就瞅了瞅放在自己副驾驶座上的核桃。这老头啊，也不知道在身上戴了多久了，那核桃都有些发红了，而且油光锃亮的，看着也挺好看的。二姨夫也并没有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开车回了家。就在老头送他核桃后的几天，二姨夫去给一个客户送货。行，走了，这有功夫一块喝酒。行，路上慢着点。这卸完货，和老板聊了几句，就准备开车往回走。就在二姨夫往车上走，还没上车的时候，挂在他脖子上拴核桃的红绳竟莫名其妙的断了。那枚核桃啪嗒一下就掉落在了脚下。二姨夫也感觉到脖子上有东西滑落，就停下脚步，俯身往下看，看见是挂在脖子上的那枚核桃，就俯下身去捡。当他俯下身去的时候，感觉呢，从身前有一个黑影闪了过来。二姨夫起身去看，就在一瞬间，一辆失控的货车猛地撞到他的车上。
发出了巨大的碰撞声。二姨夫瞬间被惊得坐到地上。二姨夫好悬没有吓尿了，这要不是拴核桃的绳子断了，他停下来捡核桃，他已经上了车，那此刻他恐怕已经被撞扁在车里了。再看着手里那枚核桃，想起老头说的话，这个核桃可以保他平安。二姨夫认为那一次是那枚核桃救了他一命。就这核桃，我带着这些年一点事没出过，哎，你说神不神啊？二姨夫把核桃救命保平安的事讲完了。是挺神的，可你这事儿也不够刺激啊，没有点刺激的吗？不管是巧合还是怎么的吧，那核桃确实救了他一命，也证实了好人有好报。刺激的有啊，可我觉得不够刺激，就央求着二姨夫再给我讲点儿他开车跑长途遇到了的稀奇事儿。我呢就再给你讲个刺激的。这二姨夫也是来了兴致，又给我讲了他遇到过的另一件事。这个故事呢，也是发生在做地质勘探的外公身上。那一年，他正在野外作业，收到消息说老家的太婆婆病重了，外公和队里请了假，走着山路往家里赶。山路本就不好走，却又下起了雨。外公是一脚浅一脚的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心说如果这样一直的淋雨，非得淋出毛病不可。这说来也是巧，外公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前面不远处竟然看到一个山洞，这让外公有些喜出望外，不但可以避下雨，也能休息一下生篝火暖暖身子。这打定主意，外公紧跑了几步，进了那个山洞。此时的外公周身都已经湿透了，洞里又很阴冷，冷得他牙齿不住地打颤。好在洞里有一些柴火，应该是以前也有人在这歇过脚。这外公升起了一堆篝火，把湿衣服脱下来架在火上烘烤，这身体瞬间暖和了许多。山洞里很是空旷，静得出奇，只有篝火燃烧发出的噼啪声。外公烤着火，走了一天的山路很是疲累，正想着打个盹儿，这忽然听到身后的山洞里传来踏踏的脚步声。声音虽小，却也让外公马上精神起来，扭头向后张望。山洞空旷，那脚步声带着回音，由远及近。这每走一步，外公的心就是一颤。谁在那？此时的外公身处大山之中的山洞里，周遭又荒无人烟，外公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。从山洞里走出来，洞里的光线并不好，目力有限。外公大声地问是谁，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外公看到黑暗中露出了一双脚来。是谁？快说话！外公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攥在手里。外公此时虽然心里害怕，但是却没有要跑的打算。他做了多年的地质勘探工作，见过各种古怪灵异的事儿，倒还真没有见过什么鬼神之类的。慢慢的，从山洞深处走出来一个人，披头散发，身上的衣服肮脏破烂，一步步的走到外公近前，才停了下来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他的脸色灰白，没有血色。外公接连问了他几句话，他都不应答。我是人，不是鬼。两个人就这样对峙了有1分钟，那人用力的蠕动了几下嘴唇，嘴里含糊的说他是人。给你放个电子烟花。听到对方会说话，是人，外公才松了一口气，上下打量了一番那个人。这除了周身破烂，脸上和裸露的胳膊上遍布疤痕之外，
也没什么，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。你是哪里人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外公以为他是迷路的人被困在洞里，就让他坐下一起烤火，还给了他一些随身带的干粮，并且试着和他攀谈起来。他好像有很久没有和人交流过了。经过努力的回忆，给外公讲起他的经历。这虽然口齿很是含糊，语句呢也不太连贯，但是外公还是听出了大概。他记不清自己的名字了，只记得那是个战争年月。为了躲避炮火，他带着族人逃到深山之中。大家都跟上，我们到前面的山洞里就可以休息了。一路逃命，没吃没睡，这所有人呢都累得几近虚脱。他作为族长，在前面带路，发现了这个山洞，就带着族人进洞休整一下再上路。我要去找点吃的，你们就待在此地，不要走动了。把族人都安顿好了，他打算出去弄点吃的回来。临走之前嘱咐族人千万不要随便出去。他参加过民团，懂些群角，加上那时的密林之中呢，鸟兽也多，没用多少功夫，他就捉到了一些山鸡野兔，想着族人马上就能填饱肚子了。他欢欢喜喜地往山洞走。小兰，男生。可等他回到洞里，却不见族人的踪影，只有篝火兀自燃烧着。他大声地呼喊着族人们的名字，可只听到自己的阵阵回声，不见有人答应。他实在是想不通，自己也就离开了个把时辰，族人们能到哪儿去呢？看着散落在地上的行李和包袱，也不像是离开了的样子。他正暗自揣度着，忽听得身后的山洞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他心说不好，难道这洞中有伤人的野兽？族人们都遇害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抓起一根燃烧着的木头，照着明冲进了山洞里。小兰，男生。那山洞很是幽深，他边跑边叫着族人们的名字，可除了那声惨叫，洞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。他向洞里跑了有10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见洞壁之上满是喷溅的血迹。他心说不好，看那些血迹上还多新鲜，一定是族人出事了。谁在那儿？就在他举着火把想继续深入寻找的时候，猛然间看到山洞的拐弯处探出一个人头来，光线昏暗，他也分辨不出是不是自己的族人。他又向前迈了几步，借着火光这才看清啊，那并不是一个人，那颗人头是连着蛇身，鳞片在闪烁的火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异样的光。谢谢迷迷糊糊啊！他吓得连退了几步，那人头蛇身的怪物从洞里探出了身子，足有水桶粗细，蜿蜒着向他爬了过去。他把火把横在身前作为抵挡，那怪蛇一长身，立起来足有3米之高，冲着他张开大口，露出了锋利的獠牙。怪蛇夹带着风声向他扑了过去，他挥舞着火把，和怪蛇站在了一处。洞中空间有限，那怪蛇舞动的庞大身躯挥舞着撞击石壁，一时间碎石纷飞。洞顶的石头已纷纷震落。他自是有些功夫，和那怪蛇缠斗在了一起。几10个回合下来，周身被纷飞的碎石割得满是伤口，如同一个血人一般。又斗了几个回合，想起族人生死未卜，他莫名的就起了一股狠劲儿。欢迎舒格尔，今天来的早。将手里的火把插入怪蛇的眼中，直至脑髓。怪蛇受到致命的一击，挥舞着庞大的身躯垂死挣扎。一番扭动之后，怪蛇便伏在地上不动了。确定怪蛇死透了，他才迈过怪蛇，向洞内继续寻找
也顾不得周身的伤口疼痛和血流，扶着洞壁蹒跚着向前走。就在拐过一个弯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几乎让他昏厥了过去。眼前的山洞中横七竖八躺满了族人的尸体，全族10多口人全都惨死在了山洞里。啊！外公听那人讲完，觉得很是无趣，觉得很是无稽。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这推断下来，他带领族人躲避战乱的时候应该是清末，这算下来他起码有100多年了。看他的样子并不像，而且就外公的认知来说，也并没有哪一种蛇是长着人头的样子。那人说起话来含含糊糊，语无伦次的，也不敢当真。当晚外公就住在了山洞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当他起来的时候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因为挂念母亲的病情，外公也没在洞中多做停留。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后来外公所在勘探队也路过那个山洞，并在山洞深处发现了一具古怪的大蛇骨架，还有很多的人骨与兽骨，还拍下一张照片。只是没有人见到过外公说的那个怪人。那棵大树已经长在那里有好多年了，非常粗壮，但好像并不是什么名贵树种。看我厉害吧！大人们在忙着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调皮的孩子也没有放过这好玩的事儿。工人们把树抬走以后，又有人在那儿挖了个巨大的树桩。我们都在趁着他们的挖掘，从树坑里寻找各种可以拿来玩的东西。哎，看我找到一条这么大的家伙！陆续呢，有几个家伙捡到知了蛹和大地蚕以后，我也有些着急。看到树桩被撬起的深洞以后，我就趴在地上努力的往里看。可是里面实在是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我只能极不情愿的把手伸了进去，也不管里面会不会有虫子咬我了。摸索半天，终于在里面摸到一个不同于泥土和树根材质的东西。我掏出来一看，那是一个像木炭一样黑漆漆的圆球，看起来是个很神秘的东西。还是我的比较厉害，你傻了吧？我自认为比他们那些虫子石头好得多，怕被他们抢去，我就谁也没说，揣了起来。又玩了一会儿，天慢慢黑下来，我就带着这个神秘的宝贝回了家。又拿的什么？那么脏？我从大树坑里捡的，嘿。我爸爸那时在镇上的一个鱼类加工厂上班，整天的加班，每次回来都很晚。换下衣服，再往床上躺，脏死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吃了饭以后，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。可我没想到，自己的噩梦，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了。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小来睡了吗？疯了一天了，早就睡了。爸爸才下班回到家，妈妈那时呢，都是给爸爸留着饭，等他回来吃的。这都好长时间没和儿子说话了。那时候东海每年都有很长的休渔期，夏天则是捕鱼的旺季。爸爸会很忙，我几乎整个夏天都见不到他。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就带他去钓鱼，他说好几次了。可一到休渔区时，他就会闲下来。我和妈妈都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工作安排。我后来听妈妈说啊，那晚爸爸回来刚刚准备吃饭，就听到我的房间里传来很大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。什么声音啊？他是不是还没睡啊？他们都以为我还没有睡，一定是又在房间里淘气了。哎呀，肯定是在里面淘气呢。别训他了，男孩子都这样。这没睡，让他出来我看看。妈妈那时对我的管教更严一些，
听见我房间里有声音，就想要来训我。小兔崽子，不好好睡觉，闹腾啥呢？他一把打开房门，就朝着我的房间里骂了一句。啊！可是打开房门往我房间里一看，我妈当时就给吓傻了。他爸，你快来！我妈说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在床上睡觉，而是把自己挂在了拉窗帘的铁丝上。由于铁丝勒得很紧，这血脉不通，我的脸当时都被憋青了，瞳孔一直的在向上翻。小雷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小雷！我爸听到我妈的一声尖叫，马上也跑到我的房间。两个人一起把我从窗户上抱下来，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。小雷，快醒醒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们把我放在床上，又是拍前胸，又是打后背的，折腾了好长的时间。妈，我刚才梦见一个女鬼，要勒死我。由于发现和抢救及时，我终于还是醒了过来。我努力地回忆了一下，跟他们说了我刚才的一个噩梦。可是妈妈说他俩当时并不认为我遇到鬼，都觉得我可能是得了梦游症，或是有什么心理问题。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太吓人了。不过呢，这件事把他俩都吓坏了。他们那晚让我在他们房间睡的，两人守了我一晚上。不过一晚上都没再出现那种可怕的情况，他们也就慢慢的放下心来了。第二天，爸爸又去上班了。妈妈本来有些担心，不想让我出去玩的。记住，别去太远的地方，还有那些危险的地方玩，早点回来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可看我已经完全没事了，在家里也憋得难受，正好有同学来找我，就叮嘱几句，让我早去早回。哎，咱们去公园，这大军他们都在那里呢。好，我就跟一个要好的同学往镇中心的广场方向跑去了。大概在我走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，妈妈那时正在洗衣服。阿姨，不好了，小雷出事了！突然，一个跟我玩得很好的朋友跑来我家，跟妈妈说我出事了。他刚才差点被吊死了，现在送诊所了。并跟妈妈说了我在外面遇到的可怕遭遇。我那时已经被人送到镇上的诊所，妈妈就跟着我的那个同学一起跑到那里。大夫，我家孩子怎么样了？一进诊所，妈妈就看到我人事不省的躺在了病床上。妈妈说我当时脖子上有一条很深的勒痕，已经渗出了殷红的血迹。这命是保住了，可是他一直这样昏迷不醒。医生当时说我送来的及时，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呼吸心跳都算是正常的，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醒。孩子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妈妈和医生都感觉到了我的问题不简单，就问了当时和我一起玩的一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阿姨，刚才可吓人了，我们遇到了鬼，差一点害死了小雷。我的朋友说起，上午我们正一起在街心公园的健身区做游戏。哎呀，该轮到我玩了，你滚开！他们突然看到我一个人走向了公园里面的树林里。小雷，你在那干嘛呢？他们都以为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，就有2个紧跟着我也进了树林，却发现我站在一棵大树下面。他们叫了我2声，我也没有回答，反而一声不响的开始向那棵大树顶上爬去。小雷，你爬树干嘛呢？小雷，2个人又叫了我几声，我还是没有答话。刚想看看我爬到树上到底想干什么，却发现除了我，那树上还有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。
那是一个穿着大红色衣服的女鬼，长得十分狰狞恐怖，正抓着我的手往树上拽。我被拽上树后，那个女鬼把我挂在了一根树枝上准备好的绳套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时没有任何的挣扎和抵抗，那个女鬼挂上我后就不见了，而我很快就被勒得伸出了舌头。正好路上有大人经过，才救下他。几个小伙伴一阵的叫喊，引来附近的大人把我救下来，送到诊所。妈妈和医生听了我朋友的描述，刚开始都有些不信，可那个医生抓起我的手一看，竟然在我的手腕上发现了一个漆黑的手印，这令他们不得不相信了朋友的话。而这时，那个医生也发现我一直攥在手里的那个神秘的黑色圆球。当得知我的这个东西是从树根底下捡到的，那医生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问题出在他的身上。这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此事一死人，其下有伏炭，即使绝书便得。这烧持则深入也，不绝则必有灾异之祸。医生说，那个东西是上吊自杀的人死后的一口怨气所变化的东西，就在吊死人尸体下面的土里。对于医生所说的东西后来我自己在查的时候也同样查到了。宋代法医宋慈的《洗冤录》里已记载，若是自缢，开掘脚下学3尺以来，求得火炭方始。后来爸爸闻讯跑了回来，竟然指点把那个黑炭一样的圆球用树桃枝给烧掉了。刚刚烧掉我就好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无端上吊的事儿。自缢而死之人脚下土里有炭状物的事，虽未经过科学证实，但很多如《洗冤录》《本草纲目》《方物志》《青子异史》等典籍里都有记载。